房间1个晚上，你知道价格是多少钱吗？马六甲好棒哦，因为很多人一定会犹豫到底要不要来，他说哦来是这个感觉。我帮可以看一下有少于35。你放完你再讲，整张在前面，不用紧，你们去走走先，你要吃才来看。放凤梨，意大利人要生气。它10加1公斤是178块，螃蟹也就是直接在那边活体的，你就选择你喜欢的那一只，挑中它，很新鲜哦。司机故意放鸟我们。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时间5分钟，要是那个嗅到那个不对劲的感觉，就赶快取消。现在是在河畔餐厅，我选的这家，我觉得算是气氛比较悠闲、舒服的。有很多绿植围绕着你，让你好好的在这边吃午餐的感受。我点了一个海鲜披萨，然后你点了一个椰浆饭嘛？对，但是是配鱿鱼的。鱿鱼的椰浆饭的。然后我再点了一个人当牛，再点了一个饼，然后我又点了一个恐龙美露。恐龙是不是因为它头上多了尖尖的东西？会撒粉，不要呛到那个粉。真的。那喝的时候不能嬉笑以及谈话，那有一瞬间有一点感受到那个粉冲进来。那披萨看起来很好吃。西富披萨，对，而且它很香，我一直闻到 cheese 浓浓的香。看看这个披萨，它海鲜啊，像是有一些蛤蜊、虾仁，然后配上。有花枝都包在起司里。莫扎瑞拉起司虾是莫扎瑞拉哦，是莫扎瑞拉，因为感受到它这个牵丝。配图还蛮有，有放凤梨。有，对，意大利人要生气。虽然中间比较软，但是边边都是很脆的，可以，这可以吃很多。番茄酱的味道是新鲜番茄的那种番茄酱，番茄糊，味道太重，一点点而已，它刚刚好。人当就是马来西亚很常见的料理方式。我上次吃过人当鸡。对，然后是用咖喱去煮，很收干的一个状态，酱料附着在这个肉上。我发现人当的处理方式好像是会让肉质都比较再偏干一点点。因为它是收汁嘛。对，它是一直慢慢收汁，它比较不是卤跟炖的感觉，满满的都是它的香料，因为咬了就很香。那就要花很多时间咬。喜欢咬牛肉干的人一定很爱吃这个。它就是香料香气很足。我还蛮喜欢人当的调味。椰浆饭之前有介绍，通常一定会看到这几个好朋友：大黄瓜、花生米、小鱼干，它的酱是一定要加的。然后通常也会有蛋。所以这边还有青菜，通常可能会是空心菜，之前比较少见到是配鱿鱼的，很多常见的可能是配鸡腿、炸鸡。对，它也有配鸡腿。好吃哎，很嫩，它的鱿鱼非常的嫩，是有一点脆的。光吃了人当牛跟鱿鱼，我就好开胃，好想配那个饭。这个饭我觉得就是你除了配着吃，单吃更能感受到它那个椰浆饭的香味。它的小鱼干比我们再咸一些，然后已经破半了，口感跟我们的有点不同。有被劈开的小鱼干，也有一整只的，然后感觉有一点腌过，然后比较萨汁，应该是那个鲜味比较强吧，比较强，然后就比较咸一点。就是口感配在一起，脆脆的，好好吃哦。因为你还蛮喜欢一些脆口的东西，要有口感。我比较喜欢软嫩的东西。这3个排名，你会怎么排啊？我自己最喜欢披萨，所以我也点了我最喜欢的东西。我也会给披萨第1名。对，然后再来我最喜欢椰浆饭的饭了。椰浆饭的饭我觉得很好吃。它的这个饭椰浆味好像没有那么重吧？会吗？我觉得有我觉得那是因为你搭配其他的东西。因为我都配的比较重。先单吃它，你会感觉它是浓郁的。有，这也是我们第一个在马来西亚吃的椰浆饭。上次椰浆饭在新加坡。它的肉牛对我来讲真的是，我觉得调味不错，就是稍微硬。这原始应该是蛮大只的，对不对？竹节那个，它也可以自己加到吃。
房间还蛮大的哦，有一个自然的香味。2楼的味道还蛮香的，然后也比较凉，一进来就有冷气了，而且有冰箱，少数有冰箱的。少冰箱跟保险箱，所以它其实算是比较标准一点的配置。只是它没有附水。对，他说他的水是要加，然后我在想我们那边就是一个大厅，门口那应该就是一个大厅，就是给大家可以，我们有带水壶。其实没有插卡，它就已经有电跟这一样是它的茶具。其实看起来它的东西的确有维持一个好像比较高级感，是不是？干净整洁，它的评价很好。然后你看椅子这样也蛮重的哦，感觉很扎实。然后还有抽屉给你放东西，比较好收纳。电视也比较大台。听说有 Netflix 跟 YouTube。哦，那真的算是不一样。Netflix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，你看它的台灯还很有设计感，很选用这种真的长相很特殊的，就是这家饭店有在重视它的艺术性，包含它这个窗头的画。因为我有看到别间离老城区更近的，就是跟网络上的照片会差很多，有的就是墙壁很斑驳，然后有很多壁癌。那这一间的话，跟它网络上的照片是差不多的。对，然后我现在看它的床铺，我也觉得其实算是偏干净的，因为有时候容易遇到那个污渍还在床套啊、枕头套上，然后我看它真的都是蛮洁白的。一般预设是不会帮你清理，那如果你要清理的话，再跟柜台说一声，可以打电话或是你也可以直接下楼跟他讲。然后还有它不是24小时柜台，但是它也会先说明。对。然后还有，他还是有给你一支电话，如果你临时很需要他的话，你是可以打那支电话询问他的。紧急电话，对，那是 emergency 可以使用。然后这是他的厕所，我觉得厕所也是算打扫干净这样子。然后马桶，然后干湿分离的卫浴。因为你很在乎干湿分离，所以我非常在意，特别帮你挑有干湿分离。很多人跟我一样在意，所以大家看会很开心。然后这个是它也是有附洗发沐浴在墙上，水的这个冷热怎么调整？他刚刚在楼下的时候已经先告知一遍，那他可能很怕有人还是调错被烫伤或者冻死，就在这边也还是有注明。对，它的一个小本本里面有关于冰箱怎么用，热水怎么开，就是一些你的防务知识这样子。然后他可能也是要避免半夜大家有问题的时候找不到柜台。吹风机，不错吧？好，非常棒啊，非常棒！我觉得这个饭店真的很舒适。然后这边又有保管箱，然后又有衣架跟挂衣服的地方，然后稍微有个神秘的柱子啦。对，对了，它这比较讨厌是有个柱子，不然我们可能但是它这个也其实这个小空间也有点像小衣柜啊，它也是有把它设计一下。左边这是窗吗？还可以，它不是窗，我刚刚看它就是一道墙。这间房间的介绍大概到这边喽。我们觉得这间房间感觉上蛮舒适，而且也蛮大间的。好，我觉得蛮透气的。这边住2个晚上，很开心，舒服的房间住2晚上，马上就讲完了，耶！去吃东西大概多少钱？我看一下哦。赶快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因为太惊讶了，我现在情绪跟刚刚会有点不一样。因为这个房间，你看我们觉得他刚刚这么舒服，刚刚是一个很理性的跟大家介绍。可是这个房间一个晚上，你知道价格是多少钱吗？这个房间一个晚上，等一下，好，猜看，不到400块。不到400元哦，300多块一个晚上，是一个晚上，而且是台币，就是台币300多块一个晚上，可以住这个房间，好舒服哦，是不是想要立刻来马六甲玩嘞？这个可以住个10个晚上，好舒服，太夸张。可是那你就再自己稍微加一下税金，押金是100。因为住2天，等于1天是50块。因为是借遗产嘛，所以每天还要再多付12块马币。那就是一个晚上可能大概400多块，加上税金，加税金，那不到500块，你住那么舒服，我觉得值得了，推荐大家这一间。然后这一间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，但是它现在是有脚踏车租借服务，所以你也可以骑脚踏车去旧城区。然后它也有一些小东西、小玩具可以借的。周围它其实也不会荒凉，是有蛮多家一些小餐厅的。对，吃的是有的，不用担心，就是在一个荒凉一室而独立的地方，然后都没有任何的东西吃，不会，它还蛮方便的。对，它只是离观光区稍微要走路，好像10到15分钟。看你很满意哦，来，很满意，因为一个晚上400多住这样，400多住这样哎，你看是不是要立刻来马六甲玩？我觉得看了这个
我自己看了，到时候都会再心动一次。我刚刚经过那个老城区，我就好开心，我就觉得说，好漂亮，有而且就有观光客在那个前面这样照相，我就觉得我也要照。马六甲好棒哦，还没开始逛，还是等一下就立刻生气。价钱全部 fix 了，不买你不行叫我包退给你看呀，有芙蓉烧蟹啊，米粉38块罢了，米粉38块罢了啊，烧鱼35，因为这边是这样子，你们有号码你们直接说他们就没有叫了，就只靠33。不买你不行叫我包退啊，华人都怎样？来嘛看一下，有很多间没有开，今天只有3-4间开罢了。我是一间中餐葡萄牙餐，唯一一间中餐葡萄牙餐339。可以吗？喜欢可以吗？中餐葡萄牙餐，反正这也算是这个风景。意思啊，你号码你直接讲就可以了，他们就没有叫了。那我要直接开场，我是最后一间339。我要开场。找那个耶稣像，在前面啊，耶稣那个神像在前面，神像在前面。不用紧，你们去走先，你要吃才来看。我是最后一间，谢谢你。我本来就是想说，我不一定要吃，但是我也想说，因为很多人一定会犹豫到底要不要来。哦，来自这个感觉。知道我在哪吗？我在葡萄牙村。这个葡萄牙村是在马六甲葡萄牙村，然后这个耶稣像其实算是后来才建立的。马六甲这地方其实算有一点特殊，葡萄牙人来这边殖民，然后荷兰人再到英国人，所以有很多葡萄牙人也在这边留下了，然后他们就住在这，形成了一个葡萄牙村。土生葡萄牙人，那一直到现在，葡萄牙村比较已经像是一个观光的景点，就是它本身的形式已经比较是一个观光的场域了。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去逛一下葡萄牙村。其实离市中心也不会说距离到真的很远，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搭计程车的话，可能也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可以到。这里白天的时候，其实听说都是没有什么。就是没有任何热络的这样子，就没什么东西好看。所以如果你要来的话，建议一定是要晚上来，才会有餐厅跟酒吧。这边蛮多狗狗哎。对啊，很多狗狗在睡觉。对，虽然是靠近可能海边，但是比较多的是狗狗。看到前方这个区域就是它的餐厅区，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先在这个门口拍一下那个耶稣像再进来。那但是这个司机可能也因为我们手机定位点对，所以他就会直导黄龙直接进来这个区域。好，然后它这整个区域大概是像这样，葡萄牙海鲜，对，那边的卖点就是因为葡萄牙村嘛，所以都有一些像是葡萄牙的食物。这应该就是它整个餐厅的广场了，6-7间餐厅左右，摆一点点的海鲜海产，但我觉得好像也不算很多，不像真的你去渔港的时候会看到非常多的水族啊，然后就有很多海鲜在里头。对，这边说会开到大概午夜12点。对对，最晚的甚至有开到2点的，所以它也算是如果你要吃宵夜吃海鲜的一个好去处。我们没有消费，所以不太确定收费怎么样，或者是食物怎么样。消费金额不太确定，但是带大家稍微看看是这样的感觉。其实我有默默察觉到那个店家还是有稍微在关注我们，对，关注我们的动态。那也许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互动了，所以他们会稍微保留一点距离。对，但是会远远的看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。对对，还是很关心我们动向的。如果大家来这边，你想静静逛的话，不然也就模仿你现在是在拍 YouTube 好了，就是你可能就可以安心的静静，也许是不错的一招。海上其实真的是蛮黑的，是一望无际的黑色，所以可能你也不会说。可以看得到海景，所以晚上来大概就是认真的要吃餐，比较有点是说少了一些我想象中的那个音乐的感觉啦。我想这个地方可能是变得比较观光啦，所以就连我们刚刚搭 Grab 就遇到司机故意放鸟我们。哦，对对对，也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离这一站其实大概车程就6分钟，很快，就是搭 Grab。那但是司机就立刻放鸟我们，没有要
no show 的，对。但是让我们付那个 no show 的费，也不回讯息，不回电话。大家会不会很希望我们公开这个司机的那个、啊，以免有人来玩的时候就是同样受骗？那提醒大家搭 Grab， 如果你发现司机停在你很远的地方，可是讯息却显示他已经到达了，开始计算5分钟。那你要赶快判断说这个司机是不是故意停在很远的地方。还有就是他也不回你讯息或是语音，他都完全不回的那一种。对，我们以为他迷路了，所以我们继续等。对。那如果你发现他停的位置很远，然后不回讯息，或者联络不到，或者没有要过来的意思，那记得在5分钟内取消，才不会被收取消费用。对，没错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，以免出来玩然后坏了自己的兴致。就算是5星好评的，也不能完全尽兴。对，我们那个就是5星。我们真的很放心，就没想到。想说他可能迷路了，绕了好远哦。对，重点不是那个金额大小，就是那个感觉，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时间5分钟。要是那个嗅到那个不对劲的感觉，就赶快取消掉。对，那当他取消，你就是必须付取消费用。对，联系客服也会可能要有点耐心，要花一点时间解释啊。总是你要跟他讲这来龙去脉，要用英文啊，然后怎样怎样。对，大家可以想象，大概就是使用 Uber 啊，或者你有时候叫外送，应该很多人是可以理解吧？就是用 Uber E 或 Uber 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带大家去吃另一家海鲜餐厅。好，那走吧。那你是在一个深处呢？它停车场啊。停车场超大哎。对啊。飙车不分国界，今天可能人都比较不多。武侠预定片哦，这是番外片。这要用订的，龙虾片，还有特别篇的，真的。龙虾篇、螃蟹篇、虾篇、鱼篇。这个片很有趣，我觉得可以，然后可以加。我猜这个等一下上菜之后，我们就会迫不及待来吃了。所以先让你喝喝菊花茶。他们这边其实很常卖菊花茶，然后菊花茶大概就是都那个味道，就是菊花香，然后它这个是比较甜一点点的。我们今天是来吃海鲜大餐的，我们点了一只螃蟹，活的螃蟹哦，然后做法是做黑胡椒，然后还点了一盘麦片骨虾炒空心菜。那它空心菜，它炒青菜其实都可以做不同的炒法，像是你可以清炒啊，可以蒜香，还有蚝油，还有3八酱，然后你自己做变化。然后还有点一个3八拉拉，对，这拉拉就是应该算是类似海瓜子，就那种贝壳类的。对，来这边讲拉拉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现在听的人可能不知道，就是像蛤蜊啊、海瓜子那种感觉的。我们也要吃吃看才知道确实是哪一种。对，也是上网我们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他就讲拉拉。然后它螃蟹因为是实价，那1公斤是，它实价1公斤是178块，那我们选的这一只就是大约500克。对，他们就可以请他现场帮你量。那螃蟹也就是直接在那边活体的，你就选择你喜欢的那一只，挑中它这样子。然后虾子的话，最低要点300克，每100克是12块多。这一家评价大家都说不错。对，这家其实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家海鲜餐厅。然后我看它停车场之大的，然后这边座位很多，应该是在假日的时候生意会很好。半夜也亮着的一个彩色大拱，在那边有个海鲜餐厅的招牌，进来就是它大停车场。对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它的停车场你可能会以为就是一块大空地，所以要走进来，它有一点在深处才会发现。对，在大马路上是看不到这家店的，放个荧幕，很像野台戏，播一些剧。对啊，很特别，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。我们的第一道菜来了。你要那个酒，小辣椒放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。懂我们会吃辣的。它的蒜是有先像炸过的那种。对啊，很香哎。这个蒜头的量也太猛了吧！这个蒜头，超级辛香料哎。对，超多的。
超大，怕吃不够。整个就是这样袭来。哇，来了三巴拉，这看起来很下饭。这就是森巴拉拉。好，这菜一直陆续上，然后我也是很耐不住这个美食在前面，来先跟大家看这个。既然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就称它为拉拉吧。好，那我要先来试吃。这个以下介绍都会非常的短暂，因为我们都会耐不住性子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要食物就是一定要热的吃。森巴酱也是马来西亚非常有名的酱，就是辣死你妈旁边配的酱，就是那种辣味。森巴酱本来就是有点鲜，然后配上这个也是海鲜的东西，就更提味更香。这饭一口5块哦，没在听，坐地起价。超下饭的，这真的是会一口接一口。所以你的头发就跟你的心情一样飞扬。好好吃哦！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，我现在心情觉得很好吃，因为这就是海鲜很新鲜，然后配上那个酱，那种辣酱很开胃、很提味。这小的一盘是20块。来吃这个青菜喽，也会蛮大一盘。对啊，我好饿，我吃一点。它会太咸吗？不会，好像我们热炒店的青菜好吃。然后青菜真的就很嫩，这样一盘是12块马币。这样是300克。看这个虾，这个虾的个头，这就是虎虾，虎虾的大小我的手，你的手本来就比较小。蛮大只的。麦片虾就是要看它这个酥酥脆脆的这个外面这个麦片啊。有那种早餐麦片香，也不是油，这蛮好吃的。光是麦片就蛮好吃的。要吃它那个有点酥脆的那个口感，然后咸咸的香味。我觉得这个风格其实会有点让我们想到那个日式的夏天妇罗。哦，我觉得比天妇罗的面衣还好吃。它就本身很像一道小点心。说用嘴拨就可以顺便把麦片吃一吃。看一下这个虾子，很新鲜哦，感觉肉很 Q 弹哦，超新鲜的，一咬那个尾巴，那个肉就跟着一起输送过来。来，先看一下这个蟹脚，哎呦，这个蟹脚，它其实已经先拍过咯，而且是拍在那个，你看要开始分离在这边。吃货 POV。它的胡椒啊，黑胡椒我觉得是带一点点甜味的，略带一点甜的黑胡椒。嗯，在新加坡没有满足的人就在这里吃饱饱。真的好吃，我觉得这种海鲜的东西啊，它新鲜就已经先赢，然后又再说它这个调料，其实这个调味方式也不错，它的功力是有的。然后这一家推荐给大家。我们刚刚走的那个是停车场啊，这边是一般的道路。